它这样照上去真的很漂亮，很有大家俗称的神隐少女宫崎骏的 feel。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所以不少日韩的朋友来到九份这个景点。我们今天来到了九份，然后刚刚遇到了很热心的交通义警大哥，他有跟我们推荐一些攻略，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开箱哦。那我们现在是在找到附近有一个停车的地方，然后因为九份这里它是坐落位于山上，所以其实是蛮需要爬坡的。那大家也不用担心会迷路，因为整个九份不大。这里有点像是那个食神的那个有一艘很大的船的那样的一个景色。小心哦，车子很多。哇，他们有导游，很帅。你累了正常吗？正常。今天还是遇到满日韩的朋友来到这个景点。九份在晚上的时候啊，有这个灯笼跟黄光照明，蛮有 feel 的。Sorry。老公，我进来哦。好。山猫小铺，好可爱的猫咪，很温馨的一间店。巧遇拍婚纱的新人，恭喜他们，也祝福他们。不知道拍不拍得出来这里的美景。我们今天夜访九份，然后真的也是满的人潮，然后风景非常好看，很多人也都在这边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。我们今天选择这一间，因为我老婆说她想要喝黑糖珍珠鲜奶，然后她说一般这个也不太会踩雷，所以我们买看，然后等一下喝完跟大家分享一下口感如何。好啊。基隆有一间温莎堡，我刚以为是那个面包店温莎堡开在这边，结果它看起来是另一种商店。这你爱哦，好吃吗？九份还有一个很 feel 的是，它这种乡间小路，我们好像置身在电影场景某一个秘境里面，就是来的时候就会给我们有这种感觉。对，我的意思说太贵了。然后我刚刚走路也有看到一些当地的住户，那我觉得有好有坏啦。好，当然就是你住在这个秘境里面嘛，坏就是那个好像观光客走你们家就像走后院一样，可能会比较常看到观光客，然后也会牺牲掉一些隐私，就是因为你住的地方一直都很热闹的这种感觉。九份教会，哇，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观景台，给大家看一下哦，真的很美，适合带你的另一半来约会。这应该是民宿吧？民宿兼咖啡厅哦，还是纯咖啡厅？好，因为我们现在绕不上去，所以我们最终还是面临到要走楼梯的命运。那看来我老婆已经接受现实，所以
我们现在要走楼梯往上面的阿甘怡御园的方向前进。所以来九份有一个好处，它是上坡，所以某个程度也是让自己透过这个登梯的过程当中可以运动。加油！哎呦，这个玩具店我记得蛮喘的。这里也是一个适合约会看风景的景点，它也是那个景点的凉亭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还有位置，也是你有带你的另一半，你们可以到那边买东西，到那边坐着吃。对，那也记得垃圾要带走，那边好像没有垃圾桶，我们大家一起爱护环境。经典的九份老街，我跟我老婆来九份必吃的现烤臭豆腐，好吃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享用美食。要热的买到冰的。等一下哦，我帮我压一下。好，来吃播一下。这也是很坚持。我知道。你觉得好吃吗？你在背景讲一下你的。对啊。我觉得没有达到我的期待，因为我喜欢那种软软的，它真的是很暖。所以可能对我来讲，我比较是属于吃回忆类型的。那可能有观众跟我一样，你就是食物如果还 OK， 但你如果认为当下的环境跟回忆是更棒的，那你就是跟我属于同类型的吃客。然后比较挑嘴的是我老婆，所以美食类的话，给她来评会比较准。因为对我来讲，我对于食物的要求标准，我自认我觉得没有那么高，所以我比较是在意环境跟氛围。所以跟我一样在意环境跟氛围的观众，可以听我的评比。那对于挑嘴的观众，可以听我老婆的评比。我也没很挑嘴。哇，这个好热闹哦！走吧。我承认我跟风了，因为大家刚刚很多人在拍照，我会跟着一起拍。这也是我们每次来九份必买，尤其像我老婆最爱吃藕姨，很适合。老公钱。有没有可能？我那天看新闻啊，说好像是在纽约的地铁有一个叫做这个香氛宣传、香氛广告。那我刚刚就是经过这条街，有闻到九份的茶香，我觉得也是一种让我想起这个新闻，也是一个另类的一个增加好感的方式。那但是这个茶味，我觉得不一定是每个人都喜欢，所以见仁见智。我在拍超过。哪里？我觉得比例应该是台湾人10到20%，然后日韩40%，然后东南亚and others 大概也是40%的这样一个比例分布。所以如果我有讲错，也欢迎观众可以在下方提供实际的比例。但我目前听这个声音语言的状况来去区分，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分配。到了我老婆心心念念的阿兰超阿贵，他今天的任务就是快闪买完超阿贵就要撤退。这间是我老婆最爱的。为什么你会想要买这个？妈呀！为什么你会想要买这个？因为好吃啊。OK， 它跟其他家的比差在哪？好问题，但是很好吃。OK， 我们等一下的策略就是吃完阿甘怡就要撤退3人，所以我老婆今天她的
目标明确，就是先来买阿兰超阿贵，然后再来去吃阿甘怡芋圆，然后我们就要撤退了。目前遇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，现在塞车了，不知道原因，是今天走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塞车的一个情况。哇，我们脱离了那个塞车区，然后也是跟大家分享，会有遇到这种状况的可能性是不低的，因为这里它的路相对是小的，然后人的密度相对是高，所以刚刚这样其实蛮闷的，而且也要注意那个可能会有一些感冒的传染什么的，所以如果你们来害怕被传染感冒等等，也可以戴个口罩，像我们一样。好，刚刚旁边有一个店家，有一个很热心的阿伯说，阿甘也快到了，等一下带大家开箱我们的最终站。然后阿甘怡他点餐的地方跟座位区是分开的，所以如果你是2个人来的话，建议给你们的策略是，可以1个人负责去点餐，然后1个人去找位置坐，这样就分工比较没那么麻烦。好，看一下哦。我看一下芋圆，芋圆也太少了吧？好 ，OK， 有没有想要做什么评论吗？我先吃一口。好。好，我老婆是不露脸评论。好软 Q。大家看一下哦，它靠窗的位置其实是有座位的哦，所以如果你们愿意等啊，然后或是运气好的话，是可以边吃芋圆边看美丽的夜景，所以分享给大家。那因为现在靠窗区的这个人蛮密集的，所以我跟我老婆我们就不坐过去吃了。但如果有来的情侣或夫妻也可以也推你们这个点哦。好，那现在换我来分享这个吃的评比。它如果有豆花更好。对了，我刚刚一点豆花没有卖，还是有。没有。好，他没卖豆花。很 Q 哦。它的藕泥很软，然后软中带 Q。老婆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觉得快闪9份的优缺点？我们可以来是因为住得近，比较方便。可如果你特地来一趟，可能就是会有那种人很多，就很观光客的一个点，这东西也不是说都太便宜，但必须说是好吃的，反正是偶尔来啊。像我们因为是住得近，所以方便嘛，可以这样子只买目标的小物。可你可能几年来一次，你不可能是这样的。对。所以取决于距离跟你愿不愿意人挤人。OK， 这个蛮重要的。像我就是不喜欢人挤人的，对。但因为我们久久来一次也住得近，但如果我们是住得远的话，有点中住高雄，对这个点可能会不太想来，因为就是这么大老远的来，然后又有人挤人，会蛮影响旅游体验，所以这个部分给大家参考。有要补充吗？没有。好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哦，这是我刚刚说窗边的夜景，很漂亮。那这边补充造成塞车的原因，除了刚刚提到的道路小人多之外，那还有一点是因为这边的人会驻足的来拍照，所以也会影响到整体动线的流动啊。那因为它的店也都是只有开在那个道路旁，所以有些人可能在外面排队，或者是说准备要进店里用餐的这样的过程，都有可能会造成整个动线的一个停滞。所以大家来的话要再小心一点。然后在等待的过程当中，我看到这个走路旁边这一侧有电线，我觉得蛮危险的。你有觉得吗？你有觉得9份店关门？9份店怎么样？就是关门的。很快吗？很多。
没有啊，店都倒了。没印象，没有感觉。不知道是我太久没来的关系还是怎样，发现很多之前没逛过的店。哦，是啦，我们那么久没来了。外婆说很有名的阿妹茶楼。哇！远离人群，松一口气。哇！我另一个感恩点是我老婆今天应该是近期的运动量巅峰吧。我到底怎么爬上来的？我都腰有劲，大鼓掌。哇，这里真的人有够多的。等一下大家看到那个我拍的一些街景，就可以知道人口的密集度。那这个我觉得要列入来九份旅游的一个参考指标。我们现在要去我们停摩托车的地方，要准备骑摩托车回家了。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境，就是逛完九份可以到附近的瑞芳美食广场来逛哦。它这边也是有很多吃的，然后人不会说到太多，给大家参考。还有一个美食广场，然后外面一排都是卖吃的摊位。我们现在要去我们停骑摩停，我们。